大家好，欢迎回来在家做生鱼片。今天拿到一尾很大的金眼鲷，这尾跟以前拍过的两种不同，在台湾鱼类资料库的网站里没有登记这种鱼的学名。我在维基百科查到，登记的学名是 bra bra bra， 我不会念，我打在字幕里。这个是希腊文，翻译过来就是食指，所以中文是食指金眼鲷，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取名。日本网站登记的汉字是南洋金目，台湾这边都叫昂培多。有的可以看出差异的人会叫丑兰娜，因为它的鳞片比其他的金眼鲷大。这个外观跟一般的红金眼鲷有些不同，鱼眼珠金色的部分比较少，眼睑比较宽，比起红金眼跟软金眼鲷，身体也宽很多，有些个体的比例快跟黑皮刀一样宽了，而且也能长到很大尾。这也是深海鱼，栖息在200米到800米的海里。宜兰这边有船专门在钓这种鱼，我以前经常在坎仔顶能看到，但都是眼睛浑浊、身体退僵着的状态，不适合做生食的我就没有买。这个血管跟神经非常明显，很容易就能操作。这尾是南方澳的陈船长回港带给我的，保存得非常好。金眼鲷的血不多，活动力不强，流出来的血很少。这部片其实去年就拍了，一直存在硬碟里，忘记拿出来剪。当时还是冬天，水温低，可以肆无忌惮地使用自来水。发片的当下，我正在日本旅游，我从来没有去过日本，跟太太结婚之后也没出过国，这次好好的补偿她一下，顺便吃吃看日本的生鱼片。当地的生鱼片，因为日本进口的生鱼片都很贵，我就想直接去日本吃，试一下同样种类的鱼跟台湾捕捞的中间的差别。金目鲷就是一个很好的比较标的，我相信纬度高、气温低一定有差别的，但应该没有手法上的差别，毕竟手法是能够一直精进练习的。今天是熟成的第6天，打开看一下，鱼的状态依然很漂亮，完全看不出这是一条不新鲜的鱼。在水槽里刮掉鳞片，开始切割。金眼鲷取肉是稍微有点困难的，背鳍很短，下刀时不好对准，鱼腹的地方很薄，很容易切歪，鱼骨很软，无法刮着鱼骨划刀，所以即便是这么大的鱼，也是要速度很慢的切割。之前有一些观众私讯我，问金眼鲷还有没有做团购。我去年有做过金眼鲷的团购，当时因为疫情，鱼抓回来餐厅不要，船家就做冰鲜零售，想办法卖掉。那现在商业活动全都复原了，就恢复到疫情前，全都交给大盘，而且完全没有处理过的冰鲜鱼，市场接受度本来就比较低，要靠零售卖完几乎是不可能。如果有频道会员想少量购买，可以在群里面沟通。一直以来经常接到海鲜产品或是日式餐厅的商案洽询，但主要推销的都是进口海鲜，或者是供应进口海鲜的店家。那这一类的商案我全都婉拒了。不是进口的产品不好，我自己也会买一些进口海鲜，而是有些案子呢，就全部都是进口的，当中某些产品台湾也有。那如果我用本地食材，比较便宜的成本，自己就能把那样东西做得很好吃，怎么可能会花2-3倍的钱去买进口的呢？自己不消费的东西，就不要接这样的商案，做起来会很奇怪。所以我的商案就是一些器材类的、日常生活工具之类的。海鲜类的本命业配可以说几乎为零，而且现在去各地的渔港，过半的产品都快是进口的天下了，有非常多人在推广各种进口的海鲜。高级的餐厅里供应的也大多是进口货，即便是讲究在地当季的无菜单料理，少不了也要搭配好几样高级的进口食材。
所以做进口海鲜的行销单位很多，也不缺我一个。不过我老婆很想要一台洗碗机，每次请客吃饭完都会洗到抓狂。如果有干爹看到，请考虑一下小弟我。屁猫吃完边角料，来弄我自己吃的，有一点残存的鱼血，用纸巾吸掉了。金眼鲷生鱼片很适合带皮吃，但要配合太太的口味，就去掉鱼皮。看得出来鱼肉非常软，非常细致滑嫩。鱼下巴的两侧颜色很深的肉，是本来就是那颜色，不是因为熟成氧化变色的。因为金眼鲷的胸鳍发达，那就算是它的胸肌吧。另外一半的肉来做干煎，全方位的评价一下这种鱼。红色的鱼加热之后，通常都会有虾蟹香气，但金眼鲷没有那么强烈，可能跟饮食有关。所以日本最著名的做法还是做酱油煮。腌鱼的油没有像秋菇、红喉那样变成橘红色的，感觉虾红素比较少，但是香气还是很不错的。